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这个世界越来越吵，信息在飞，情绪在滚，观点在撞，人人都在表达，人人都想被看见。可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真正走得远的人，往往不是最吵的那一个。有人说，越安静的人命越好。这句话听起来像一句鸡汤，但如果你愿意慢慢看一看，你会发现它背后有很深的道理。安静不是没本事，沉默不是没态度，低调也不是没有锋芒。真正的安静是一种力量。古人常讲，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声音最大的，往往不是最有穿透力的。水流最急的时候会哗哗作响，可真正深沉的湖泊是平静的。你见过暴风雨之后的天空吗？当风停下来，云散开，世界反而清澈。人也是这样，一个人若总是急着解释自己，急着证明自己，急着赢过别人，他的心是浮的。心浮，命就飘；心稳，命才沉得住。佛经有云，心静则国土静。你所处的世界往往是你内心的投射。如果你的内心时时翻涌，外界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你不安。可当你内心清明，别人再大的情绪也只是经过，不会留下痕迹。真正命好的人未必起点高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内心不乱。我见过很多人年轻时锋芒毕露，遇事必争，对错必分，朋友之间一言不合就翻脸，工作中一点委屈就愤怒。他们以为那较真性情，可几年后回头看，很多关系散了，很多机会错过了。命不是输在能力上，而是输在情绪上。道德经里说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能够看清别人是聪明，能够看清自己才是真正的明白。安静的人往往更懂得关照自己。别人说一句不中听的话，他不会立刻反击，他会先问自己，这句话是否真的戳到了某个未被疗愈的伤口。别人对他有误解，他不会急着辩白，他知道时间会筛选出真相。当一个人不再急着解释自己，他的能量就开始回流。当一个人不再与所有人争输赢，他的人生开始变宽。很多人觉得话多是热情，沉默是冷漠，其实恰恰相反。有些人之所以话多，是因为害怕被忽略；有些人之所以喧闹，是因为内心空洞。而真正充实的人，不需要通过声音证明存在。你去看那些真正有底气的人，他们说话不急，语气平缓，他们不急着打断别人，也不急着赢，他们的目光稳，气息稳，步伐稳。这种稳是多年修来的。命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好运，而是一个人日复一日把自己的心安放好。很多人问，为什么有的人好像总是顺？不是因为老天偏爱他，而是因为他不轻易与世界对抗。他懂得顺势而为，他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。金刚经中讲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心若不执着于一时得失，就不会因为一点波动而乱了方向。安静的人不是没有野心，而是他们的野心藏在长期里。他们不为一时的掌声欢呼，也不为一时的冷落失落。你看那些真正命好的人，表面平淡，可10年后你才发现他早已走得很远。有一种人，年轻时不显山不露水，不爱炫耀，也不爱参与无谓的争论。大家以为他普通，可当风浪来临，他却最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早已习惯与自己独处，他不怕安静，他不需要喧嚣填补空虚。在这个时代，能独处是一种稀缺能力，能沉默是一种修养，能在别人争吵时保持清醒是一种格局。安静的人往往看得更远。
当别人沉浸在一时情绪里，他已经在观察趋势；当别人忙着表达，他在聆听；当别人急着否定，他在思考。慢下来的人反而走得快，沉下来的人反而站得高。很多人的命之所以起伏不定，是因为心态容易被带走。今天听谁说一句话就改变方向，明天看到别人成功就焦虑，后天被一句评价击中就失眠。可安静的人像一座山，风吹过，他知道风在；雨落下，他知道雨来，但他不因此动摇。命好是稳定出来的。有句话说得很现实，情绪稳定的人运气不会太差，因为机会往往给那些可靠的人。可靠不只是能力，而是情绪不失控。你愿意把重要的事交给一个动不动就爆炸的人吗？你愿意把信任给一个情绪起伏巨大的人吗？世界在筛选，他在筛选那些稳得住的人。安静的人不是没有委屈，而是他们知道委屈不必逢人诉说。他们明白很多苦说出来也未必有人懂，与其消耗，不如沉淀。沉淀久了，气场会变，气场变了，运势会转。有人觉得这是玄，其实一点都不玄。当一个人不再被外界轻易左右，他的判断力会提升。判断力提升，决策就更精准。决策精准，结果自然不同。这不是命突然变好，是你开始掌控自己。很多人活了一辈子，都在被情绪牵着走，被别人一句话牵动，被网络一条评论牵动，被比较心牵动。安静是切断这些拉扯的第一步。当你学会在冲动时闭嘴3秒，在愤怒时停顿1刻，在想反击时深呼吸，你的命运轨迹已经悄悄改变。越安静的人命越好，不是因为他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做，什么时候该等。命不只是外在的际遇，命更是内心的秩序。当一个人内心有秩序，他的人生也会慢慢有秩序。而这一切都从安静开始。很多人误会了安静，他们以为安静就是退让，就是软弱，就是不争。其实真正的安静是一种极强的自控力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越容易发脾气的人越容易后悔，越容易冲动的人越容易走弯路。很多人的命运不是输在机会，而是输在那一瞬间没有忍住。佛经有一句话，能忍之人福德无量。忍不是压抑，而是看透。一个人若没有看透，他忍不了，他一定要当场变个高低，一定要立刻讨回公道。可真正看透的人明白，很多争执是在消耗自己的气数。气数这个词听起来很古老，但它讲的是能量。一个人每天愤怒、抱怨、争辩，他的气在往外散，气散了，心就虚，心虚了，判断就乱，判断一乱，命就跟着偏。而安静的人把气守住。道德经里讲，重为轻根，静为躁君。沉重是轻浮的根本，安静是浮躁的主宰。能静下来的人才能驾驭自己的躁动。你仔细观察那些真正成功的人，他们未必话少，但他们绝不会乱说。他们未必没有情绪，但他们不会让情绪控制自己。安静不是表面的沉默，是内在的清醒。有些人外表很安静，内心却翻江倒海，这不是真正的静。真正的静是当事情发生时，内心没有过度的波澜。比如被误解，有的人会一夜睡不着，反复回想，有的人却能放下。不是他不在乎，而是他明白有些误解不值得解释。解释是对懂的人说的，不懂的人你说再多也是徒劳。安静的人不浪费力气在无效沟通上，他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提升自己。命好的人往往时间用得对。当别人忙着社交应酬，他在读书；当别人沉迷比较焦虑，他在学习技能。
当别人深夜刷手机，他在早睡早起。这些看似普通的选择，3年5年之后就拉开距离。很多人羡慕别人命好，却忽略了别人那些无人看见的安静时刻。真正改变命运的不是高光瞬间，是那些无人鼓掌的沉默努力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一时情绪上头，说了重话，后来关系回不去了；一时冲动辞职，后来发现现实更难；一时赌气做决定，几年后回头看，后悔莫及。命有时候就是输在那几分钟。安静的人给自己留缓冲，他知道所有重大决定都不在情绪最强烈的时候做。佛家讲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很多人的一念是在情绪里做出的，而安静的人会让那一念慢下来，慢一拍，人生就多一条路。再说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，为什么越安静的人贵人越多？因为安静的人给人安全感。你愿意靠近一个总是情绪失控的人吗？你愿意与一个爱传播是非的人合作吗？你愿意信任一个说话不经思考的人吗？人都会本能地远离不稳定因素，而稳定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。安静的人稳的人值得托付，值得托付的人机会自然多。这不是运气，是长期积累的信任。再往深一点讲，越安静的人越少树敌。有些人一生坎坷，不是因为命不好，而是因为嘴太快，说话伤人，得罪人而不自知。语言是有力量的，它能建桥，也能毁桥。古人讲祸从口出，不是吓唬人，而是提醒。安静的人说话之前会过一遍心，这句话有没有必要？会不会伤人？说了有没有意义？很多无谓的冲突就这样被化解在心里。命好，有时只是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你看那些年纪渐长的人，真正成熟之后，话越来越少。不是没想法，而是看透。看透之后，才会选择沉默。有些争执，本质是价值观不同。你说不通，你越说，对方越觉得被挑战，最后两败俱伤。而安静的人懂得各走各路也是一种智慧。人生不是辩论赛，赢了口舌，输了关系，不值得。还有一点常被忽略，安静的人更容易听见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。当外界太吵，你很难分辨那些欲望是自己的，还是被环境灌输的。你买的东西是你需要，还是别人让你觉得你需要？你追的目标是你真心想要，还是因为比较？安静是过滤器，当你减少外界噪音，你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过什么样的人生。有的人拼命追逐，30岁之后忽然迷茫，因为他从未安静下来问过自己。而那些早早学会沉淀的人，方向更清晰。方向清晰，路自然顺。命好不一定是大富大贵，有时候只是少走弯路，少遇烂人，少做后悔事。这些加起来就是巨大的差距。很多人年轻时觉得热闹就是精彩，可到了一定年纪才懂，清静才是福气。你会发现，那些真正过得安稳的人，生活并不喧哗，他们的朋友圈干净，他们的情绪简单，他们的时间有节奏。越安静的人命越好，是因为他们在替未来储蓄，储蓄理性，储蓄能量，储蓄人缘，储蓄清明。当风浪来临时，他们有底。世界会越来越复杂，声音会越来越多，诱惑会越来越大。能在喧嚣中保持安静的人会越来越稀缺，而稀缺的品质往往决定上限。如果你此刻觉得自己话越来越少，不必担心，也许你正在长大。如果你发现自己不再争辩，不是退缩，而是看清，
真正的强大是外柔内刚，是真正的笃定。而笃定从来不是喊出来的，它是静静生长的。很多人一听到安静，就会担心一个问题：如果我不争、不抢、不表达，我会不会被忽视？如果我不反击、不解释、不表现，我会不会被踩在脚下？这是大多数人内心真实的恐惧。因为从小到大，我们被教育要表现，要出头，要证明自己，似乎只要声音大一点，就能获得更多资源。可真正走进社会之后，你会发现，世界不是靠吵赢的。有一种人看起来不爱说话，会议上不频繁发言，社交场合不主动抢风头，别人甚至会觉得他存在感不强。可关键时刻，他一句话就能定方向，他一出手就直指核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平时在听别人怎么想，听趋势怎么变，听机会在哪里。当别人忙着表达立场，他在收集信息；当别人急着站队，他在观察局势。安静的人往往掌握更多真实。佛经里讲，观自在，观不是参与，是看见。一个人若能抽离情绪去看事情，他会看得更深。有些人总是陷在自己的感受里，被一点不公平放大，被一点冷落刺痛，被一点否定击倒。可安静的人会在心里问一句：这件事真的那么重要吗？5年后还会影响我吗？这一问，很多情绪就散了。情绪一散，格局就开。命好的人不一定比别人聪明多少，但他们往往比别人多一份冷静。冷静是一种稀缺的力量。当所有人都在焦虑房价上涨时，有人选择稳扎稳打；当所有人都在追逐热点时，有人选择深耕领域；当所有人都在恐慌时，有人保持理性。时间会奖励后者。你看金融市场的涨跌，真正赚到钱的人不是追涨杀跌的那群，而是能够守住策略的人。人生也是如此，安静的人守得住长期。再讲一个很多人不愿面对的真相，很多冲突其实是自尊心在作祟。被否定一次就觉得被看不起，被拒绝一次就觉得丢脸，被批评一次就急着证明自己。这些情绪如果处理不好，会带来一连串错误选择。而安静的人能够与自己的自尊心和平共处。别人说他一句不好，他不急着反击，他先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值得吸收的部分，有就改，没有就放。这份从容会让人越来越成熟。古人讲，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。真正有能力的人不会急着炫耀，因为他知道时机比表现重要。很多人之所以命途多舛，是因为太急，急着成功，急着被认可，急着改变结果。急本身就是不稳。安静是给时间一个空间。当你不急着回应，误会可能会自动消散；当你不急着翻脸，关系可能还有转机；当你不急着证明，实力自然会说话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越年轻的时候，我们越爱说狠话；越年长之后，我们越少把话说绝。不是圆滑，是知道人生很长，山水总会相逢。安静的人给自己留余地，给别人留面子，给关系留可能，给未来留转圜。这份留白就是福气。再说一个很现实的层面，越安静的人越少被情绪操控消费。现在的社会靠刺激维持运转，制造焦虑，制造比较，制造虚荣。如果你内心不安静，很容易被带走。看到别人晒车晒房，你开始焦虑；看到别人旅行打卡，你开始自卑；看到别人升职加薪，你开始怀疑自己。然后你做出一连串补偿式选择，透支金钱，透支时间，
透支健康。几年之后才发现，很多决定并非出于理性。安静的人能看见这些情绪背后的操控，他会问一句：我真的需要吗？我现在做这个决定是出于理智还是出于比较？当一个人不再轻易被刺激，他的钱守得住，钱守得住，底气就足，底气足，命就稳。你看那些生活真正舒服的人，未必是收入最高的，但一定是支出有节制，欲望有边界的人。欲望没有边界，人就永远不满足，不满足就永远焦虑，焦虑会带来错误，而安静是欲望的缓冲器。再往深一层说，安静的人更容易积累深度。在这个快节奏时代，很多人追求的是曝光率，今天做这个，明天是那个，热点一换，方向就换，看似忙碌，其实浮在表面。而安静的人会在一个领域默默耕耘，不炫耀，不张扬，但每天都在进步。几年后他成为专家，别人还在起跑线。命好是厚积薄发的结果，真正改变阶层的不是一次爆红，而是10年如一日的深耕。这种深耕需要安静，因为你会遇到寂寞，会遇到怀疑，会遇到无人喝彩的阶段。如果内心不够稳，很容易放弃。安静的人能与孤独共处，他知道孤独不是惩罚，是成长的必经。佛家讲修行在独处，独处不是隔绝世界，是让心回到自己。当你能在没有掌声的日子里坚持，当你能在无人理解的时候继续，当你能在诱惑面前保持清醒，你的命已经开始转向更高的层面。越安静的人命越好，不是因为他躲开了世界，而是因为他掌控了自己，掌控情绪，掌控欲望，掌控节奏。一个人只要掌控了自己，外界就很难真正击倒他。你不需要变得冷漠，也不需要拒绝表达，你只需要在表达之前多一份觉察，在行动之前多一份思考，在冲动之前多一份停顿。这份停顿会改变命运的走向。安静不是消极，是叙事。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喧哗，而是内在的沉稳。走到这里，你或许已经明白，安静不是性格，而是一种选择。它不是天生内向，也不是故作深沉，它是看过起伏之后的笃定，是经历喧闹之后的收心。很多人年轻时总觉得热烈才算活着，朋友多才算成功，话多才算自信，表达多才算存在。可走着走着才发现，真正陪你走到最后的不是热闹，而是心安。心安是命运最大的底气。有些人外在条件很好，却总觉得不顺，事业不错，却焦虑，家庭完整，却烦躁，物质充足，却空虚。问题往往不在环境，而在心。心若浮躁，再好的环境也会变成战场。心若安静，在普通的日子也能过出质感。佛经有云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当一个人的心不再四散，他的力量就会集中，力量集中，方向就清晰，方向清晰，路自然走得稳。很多人的命之所以坎坷，是因为心散。今天想这样，明天想那样，今天被一句话刺激，明天被一个机会诱惑。目标3天一变，决心5天一换。看似选择很多，其实内耗巨大。而安静的人目标不多，但一旦认定，就不轻易改变。他不急着炫耀进度，不急着告诉全世界自己的计划，他默默做，默默改，默默提升。时间久了，成果自然显现。这世界有一个很微妙的规律，越想证明的人越容易翻车，越不急着证明的人反而被看见。因为真正的实力是藏不住的，真正的价值
不需要喊出来。古人讲，水深则流缓，水越深，流得越平，人越稳，越不张扬。你去看那些真正历经风浪的人，他们说话慢，做事稳，他们不再轻易被情绪点燃，他们懂得沉默的力量。沉默有时是一种慈悲，不把锋利的语言抛出去，是对别人的善，也是对自己的护。很多关系之所以破裂，不是因为大事，而是一次次情绪化的表达。一句不该说的话，足以摧毁多年信任。安静的人不轻易伤人，也不轻易自伤。他明白，语言一旦出口，无法收回；情绪一旦放任，难以弥补。越到后面你会发现，命好的人不是从未受伤，而是受伤后没有让伤口决定未来。安静是疗愈的土壤。当你不再到处倾诉，不再逢人抱怨，你开始学会自己消化，自己反思，自己修正。这个过程很难，但它让人强大。真正的强大不是有人撑腰，而是内心有光。当你能在黑夜里不慌张，能在低谷时不绝望，能在失去后不崩溃，你的命就已经稳住。再说一个很多人忽略的层面，安静的人更懂得边界。他不随便打听别人隐私，不轻易评判别人的选择，不参与无意义的议论，因为他知道口舌之争最好福气。古书里常讲，积德之家必有余庆。德不只是行善，也包括守口。你少说一句是非，少添一分纷争，少扩散一份负能量，就是在为自己积累福报。命好有时不是得到多少，而是少失去多少。少失去健康，少失去信任，少失去机会。越安静的人越懂得节制。节制脾气，节制欲望，节制表达。节制不是压抑，是有分寸。分寸是成熟的标志。一个人若什么都要说，什么都要管，什么都要赢，那他的生活一定很累。而安静的人只管该管的事，只做该做的事，只承担该承担的责任，其余的放下。放下不是逃避，是明白哪些不属于自己。当你不再把所有问题都揽在身上，不再把所有评价都放在心里，你的肩膀会轻很多。轻不代表无力，轻是卸下无谓的负担。很多人的命压垮在自己给自己的压力里。安静的人会给自己留呼吸空间。他知道人生是一场长跑，不是100米冲刺。偶尔慢一点没有关系，偶尔沉默一点也没有关系。真正重要的是，你有没有守住内心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越来越不爱热闹，越来越不想参与无谓的争论，越来越不想向所有人解释自己，不要害怕，那不是退缩，是成长。你开始把注意力从外界收回到内心，你开始知道真正值得较劲的是昨天的自己。越安静的人命越好，是因为他们把战场从外面移到了里面。他们战胜冲动，战胜虚荣，战胜焦虑，战胜比较。当一个人战胜自己，世界就很难再为难他。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：真正的好运不是天降奇迹，而是你在无数个可以失控的瞬间选择了安静。当你学会在喧嚣中守住清明，在纷扰中保持笃定，在诱惑前不动摇，你的命运就已经在悄悄向好的方向转弯。愿你越来越安静，也越来越强大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
再见。